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案子。好，这个案子真的有够扯，一个加密货币的洗钱案，但它的判决结果我看是会让所有在新创圈打拼的人心都凉了半截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如果你只是怀疑，只是觉得一笔钱的来源好像怪怪的，这样你就犯法了吗？你就是共犯，听起来很荒谬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一个我们叫他5兆的年轻人，就因为这样被判了洗钱罪，而且定他罪的理由，讲出来你可能会气到笑，是一个超级模糊、超级有争议的法律概念。好，我们就先来看看法院是怎么说的。你光看检察官跟法官写的你会觉得哇，这个案子简直是天衣无缝、铁证如山呐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检方的故事很简单呐，简单到像小学生写作文。他们说这个被告5兆是个币圈顾问，然后呢，他就拿了一个王小姐的银行账户，帮诈骗集团洗钱。就这样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明了？我告诉你，事情如果这么简单，今天就不用我们来讲了。这个故事根本是漏洞百出。来，重点来咯，看到判决书上这几个字没有？不确定故意。我跟你讲，这4个字就是法官的万灵丹啦。什么叫不确定故意？白话文就是法官觉得你心里应该知道这有问题啦，但你不管，你就让它发生。哇，这样也行？法官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吗？他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用猜的吗？这也太好用了吧？看谁不顺眼就给他一个不确定故意，办案都不用找证据啦。但是魔鬼就藏在细节里。当我们把卷宗拿出来，一个一个数字对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检察官那个完美的故事出现了第一道裂缝，而且问题就出在最重要的东西——钱，就是这个数字70030块。大家记好哦，70030。这个数字就像一把钥匙，直接打开了检方故事里的黑盒子，也像一根针，啵一声就把他们吹的牛皮给戳破了。你看这里就都不拢了嘛。被害人说他汇了68万，对不对？结果那个账户里面总共进来了75万多。奇怪了，这中间多出来的7万多块，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还是谁烧给他的？这很明显嘛，就是还有别的钱会进来啊。这不是睁眼说瞎话是什么？检察官跟法官都说这是一个专门为了这次诈骗开的人头账户，结果呢，账户里还有别的钱跑进来，这就证明这个账户根本不是专用的嘛，他还有在做别的交易啊。你说光是这一点，整个案子的基础是不是就动摇了？好，数字对不起来，这只是开胃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整个案子最核心，也是我认为最离谱的地方，就是那个不确定故意。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一步一步自己跳进自己挖的逻辑陷阱里面的。法律上这个不确定故意其实是很严格的，它不只是说你预见到有风险，这样做可能会出事不是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心里还必须是那种随便啦，反正出事也不关我的事，就让它发生吧的这种放任无所谓的态度，2个都要有才算数你看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辩护方就抓着这一点打，检方顶多只能证明预见可能性。废话，谁不知道在币圈走跳有风险，做生意哪有没风险的？但是法院竟然就直接从知道有风险一步跳到你就是放任犯罪发生。这是什么神仙跳？中间的证据呢？论证呢？我看到路上有车开很快，我觉得有风险，难道就代表我希望他出车祸吗？这什么逻辑啊？太扯了。好，既然检方的故事漏洞百出，那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如果5兆不是在搞洗钱，那他跟王小姐到底在忙什么？我们来听听辩护方这边的说法，他们讲的是一个听起来比较混乱，但可能更接近现实的一个新创生意的故事。辩护方说
武曌根本不是把王小姐当人头，他是在当她的顾问，教她怎么做一个个人币商，也就是自己买卖加密货币赚价差。哎，这样一讲，他账户里那些看起来很复杂的金流，不就有了解释吗？那就是在做生意嘛。哎，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那笔70030块？现在答案揭晓了，那就是资金混同的铁证啊！也就是说，王小姐的账户里有被害人的钱，也有其他客户的钱，全部混在一起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一个诈骗集团，你会把不同案子的钱全部混在同一个账户里吗？当然是分开处理啊，一案一账户嘛。只有真正在做生意的人，才会把所有收入都放进同一个户头，这不是常事吗？而且你看这才是最打脸法院的地方。辩护律师拿出了他们的对话记录，里面清清楚楚，武曌一再的要求他的客户，那个叫 Aaron 的，要提供身份证明，要提供资金来源证明，还定下规矩，说一定要先收到钱才能给币。哎，你听听看，如果他真的是要洗钱，他会这么啰嗦吗？早就钱进来就跑了。这明明就是在做 KYC， 在做风险控管，这哪里像是一个随便的犯罪就犯罪的人会做的事？好，如果说前面的证据都只是让检方的故事产生裂痕呢，那接下来这个证据我跟你讲，就像一颗炸弹，直接把法院的判决给炸出一个大洞。检方的逻辑是这样：王小姐提供账户，所以武曌给她一笔钱，这笔钱就是租金，是犯罪的对价。听起来很合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过没有？如果这笔钱根本不是什么固定的租金，而是像我们上班领的薪水一样，是算出来的呢？辩护方就在法庭上秀出了一份 Excel 档案，他们说这是在案发的时候就做好了记录，里面密密麻麻记载了怎么计算王小姐的佣金。你看，还有公式嘞，说她可以拿收款利润的30%，加上买币利润的20%，这根本就是业务奖金的算法嘛。多劳多得，这叫薪资结构，不叫卖账户的死猪价。然后根据这个有够复杂的公式，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？不多不少，刚刚好就是1060颗 USDT。你记住这个数字哦，1060，不是1000，不是1050，是10060。然后，当辩护律师拿出了手机对话记录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，武曌在案发后2天传讯息给王小姐说：“哎，我算出来了，你的收益是1060 USDT， 一模一样，数字完全对上了，这就是所谓的 smoking gun 啊，冒烟的枪啊，证据就摆在眼前。”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花钱买人头账户，你会跟对方算得这么清楚吗？算到个位数，哎，你这个账户租金是1600哦，神经病啊！当然是给个整数嘛，5万、10万这样。会算出1600这种有零有整的数字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是根据业绩算出来的薪水，这就完全证明了他们之间是雇佣或合作关系，不是犯罪伙伴关系。检方的整个故事到这里就已经垮了吗？所以我们看到这里，你还觉得这是一个罪证明确的案子吗？还是一个年轻人在新创产业打拼，结果因为做法比较新、比较混乱，就被僵化的法律逻辑硬是套上一个洗钱罪名的悲剧？我说真的，当法律上的意图跟现实世界的商业模式产生冲突的时候，到底是现实要扭曲自己去配合法律，还是我们的法律、我们的法官应该要睁开眼睛，看看这个世界已经变到哪里去了呢？下一次再有法官想用不确定故意这顶大帽子来压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出来大声问一句：证据在哪里？